女孩外出打工，偶遇善良的老李，面对他的温柔呵护，小美很快动心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。得知小美有孕，老王也不含糊，决定娶她为妻。两人奔波千里，来到小美四川老家见父母。面对城里的女婿，老两口很是满意，立即好酒好菜招待起来。小美虚荣心作祟，谎称老王是个工程师，一家人顿时唏嘘不已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赞美，老王也嘚瑟起来，明明就是个泥瓦匠，却不知廉耻地吹起牛皮，真把自己当成建筑师，扬言要帮家里盖栋楼。岳父岳母顿时喜笑颜开，在村里谁家要有这样的房子，祖坟就算冒青烟了。没过多久，老王真给家里盖好了小洋楼，父母脸上有光，对这个城里的女婿越发满意。然而时间一长，老王开始原形毕露，他不仅言语粗暴，还盯上小美的妹妹，趁她独自上山，竟悄悄尾随身后，对妹妹动手动脚。父母知道后，不但没有声张，还嘱咐女儿要忍气吞声。老王是家里的财神爷，他们得罪不起，况且小美即将生产，也不好把事情闹大。在一家人的容忍下，老王却变本加厉。两人结婚当晚，他竟当着小美的面，当众死死搂住妹妹的肩膀。山里的日子一长，老王的脾气渐长，钱包也很快掏空。看他出手不再大方，岳父母也懒得伺候，老王看在眼里，顿时满腔怒火，竟当众抓来家里的小狗，套在麻袋里活活打死。表面是在骂狗，实际是骂小美一家。看着满地的鲜血，老两口不敢多说一句。眼看村里混不下去，老王带着小美回到香港，日子虽不富裕，但也不会太差。可小美怎么都没想到，老王开始好吃懒做，整天在家不干活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去河边钓鱼。凭着政府的救济金，他更加嚣张跋扈。小美劝他找份工作，竟遭到老王一顿毒打。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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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能带着女儿躲到附近的救助站。经过大姐们的开导，小美逐渐开朗起来。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丈夫为了找到自己，竟来到警局报警。小美迫于无奈，只能跟老王相见。她隐晦表示自己被家暴，可调解员完全不懂，看着假装情真意切的老王，打着为了孩子的幌子，一个劲撮合他们和好。老王演戏上瘾，竟然双膝跪地，声泪俱下的祈求小美原谅。他是孩子的父亲，小美于心不忍，只能跟他回到家里。殊不知，这将是他最后悔的决定。女人正在收拾盘子，光头却紧盯着不放。因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小美经常遭到客人调戏。姐姐有没有奶？丈夫就坐在一旁，嘴里忍不住咒骂，但他绝不敢找人家麻烦，只会责骂妻子穿着不雅。白衣服里带黑色胸罩，扭来扭去勾引男人。两人是老夫少妻，年龄差距本就很大，而老王游手好闲，整日无所事事。两人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一家人所有的开销就是政府的救济金。可这是在繁华的香港，那点钱根本干不了什么。小美需要不停打工，才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，而他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连女儿20块的学费都交不起。老王却丝毫不关心，依旧不顾一切地跑去钓鱼。运气好的话，一家人还能开个荤。但因为小美烹饪手法欠妥，老王总是破口大骂。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连怎么做海鲜都不知道。他脾气古怪刁钻，说话总是一点就着，还动不动就要带一家人去死。小美对他的无理取闹已经习以为常，可老王更年期提前，天天怀疑小美外出工作就是为了勾引男人，而这种想法一旦产生，就会万劫不复。看到沙发上熟睡的小美，老王顿时怒火中烧，他一把拽起妻子，用鱼线捆绑她的双手，然后推到床上狠狠虐待。见小美不断反抗，他竟掏出一把匕首，狠狠插在小美身旁。小美顿时害怕的不敢乱动，事后她无比后悔，为什么要跟老王这种人结婚。女孩傍上一个大款，不但给她老家盖楼，还将她明媒正娶。可就在结婚这天，男人竟当着众人的面调戏自己的亲妹妹。为了肚里的孩子，女孩只能忍气吞声。两人成婚后回到香港，小美这才发现丈夫根本没钱，她当时的积蓄全部花光，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。但两人已经有了女儿，老王也像变了一个人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小美身上。可丈夫却怀疑她外面有人，动辄将她一顿毒打。小美为了孩子，只能选择沉默。谁知丈夫变本加厉，竟趁着小美不在家，把年幼的女孩抱到沙发，按在了身下。邻居恰好看到这一幕，他不敢出面阻止，却悄悄告诉了小美。小美忍无可忍，只能去社区举报丈夫猥亵，但两个孩子还小，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，加上社区人员不断劝导，小美只能作罢。但她始终不放心，就带着孩子暂时住到好友的家里。谁知很快被老王发现，他站在楼下，紧盯着楼上的妻子，还拿出一把刀，准备伤害自己，威胁小美回家。小美只能妥协，她安抚老王先回家，自己随后就来。可她还是担心老王会变本加厉。小美打给母亲，本想打算离婚，却遭到了劝阻。在母亲眼里，男人打老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小美顿时心如死灰，只好带着女儿回家。没想到刚进门就被老王一巴掌扇在地上，他如同疯狗一般死死掐着小美的脖子，直到最后一刻才恢复意识，松开了双手。小美十分害怕，只身回到了救助站。她下定决心要离婚，只要自己努力工作，肯定能养活2个女儿。一想到这些，小美就觉得充满希望。隔天她就准备回家，把2个女儿接到自己身边。
可刚到家里，就发现老王把门拴上了铁链。小美拼命敲门，里面却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她急忙打给丈夫，可始终无人接听。担心女儿出事，小美果断选择报警。可警察却认为是家庭纠纷，以事发时间太短为由，当场拒绝了立案。正当小美崩溃之际，老王却打来电话，他只是带2个女儿出去玩，并没有伤害她们。如果小美想带走女儿，自己绝不会阻拦。小美只好半信半疑地回家，谁知刚进门就被老王掐住脖子，随后一刀刺中身体。小美强撑着一口气，拼命想要报警，却亲眼看到丈夫将2个女儿一同杀死。这个疯狂变态的男人还不罢休，竟主动联系警察报警，谎称是小美要伤害自己，结果被他就地正法。为了表现得逼真一些，他竟拿刀刺向自己，没想到扎中要害。老王很快失血过多而亡。一个人的疯狂，却要全家人为他陪葬。可谁又说得清，到底是谁为这次的错误买单？是拜金逐利的小美父母，冷漠的警察，敷衍了事的社工，还是贪慕虚荣的小美，以及心理变态的老王？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如果你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在经历这样的遭遇，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，一味的退缩和忍让，只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